今天呢，我们又是讲一个大家会觉得有点惊讶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从我们面相的表面就可能会发现与肝脏相关的问题，那就是隐患，可能严重的包括各类的肝癌，再到一些肝病。但是肝呢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肝脏它在身体里头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在工作呀？好，那我来大概介绍一下。好的。对，那这个肝脏呢，是我们这个人体器官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它基本上是属于消化道的一个器官。那它有几大功能，第一个是解毒功能，比如我们吃的生的那些东西也好，里边的那些毒素那些病菌所有的那些东西，都通过肝脏把这个有毒的变成没有毒的，身体才能吸收。那把那个毒呢，再通过肾脏还是排便呢，还是其他的方式呢，排出体外。那第二大点呢是代谢功能，也就像一个化工厂一样吧。比如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水果它去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里边的营养物质，凡是这个身体需要的，它都给提取出来，合成出来，然后运到你身体的各个器官，通过血液、各种肌肉组织之中骨骼之中等等，然后让我们人能够去好好的去吸收利用。第三大类它是参与这个消化的功能，因为这个肝胆在一起嘛，那肝呢就让这个胆呢去分泌胆汁，胆汁也进到整个的消化道中，去有助于这个食物的消化。那再一个非常大的就是免疫功能，我们都说一个人不容易生病，就是说这个人你看他免疫力很强刮个风下个雨他不会着凉感冒，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强。对，所以说肝脏这个脏腑呢，它是上通下达的这样一个中间体，有人把它称为就是人体的化学加工厂，它对和哪个器官都有关系，和大脑和心脏都有关系，所以它一旦出了问题，它往往特别容易直接连带的和受苦的朋友是谁呢？肝和胆。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脾和胃，它直接和他们一起来协助消化。他们之间有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开始麻烦了。再接下来呢，就是它还直接传达着肾。师傅，我印象中就有一些，比方说肝炎病人或者是肝硬化的病人，他经常会引起叫消化道出血，其实就是胃出血呀，或者是这些肠子对，出血了以后他会吐血之类的。对，所以就可见其实肝一旦被损伤之后，它连带的这些脏腑都会受损。没错。那我们所知道的通常是肝脏的疾病呢，就是我们最常见听说就是乙肝，是吧？有没有甲肝呢？也有甲肝是吧？甲肝对，一般就是急性的急性的对，甲肝、乙肝，还有丙肝，还有丁肝。对，现在还有丁肝跟戊肝，就是 ABCDE 就是5种了。就5种肝炎病毒。那么这个脂肪肝又是什么样的？来讲一讲吧。脂肪肝脂肪肝很常见的，这个很容易听说的这个健康问题。对，那这个正常的这个肝里边有个3%到4%左右的脂肪，这是正常的。如果这个整个肝里边超过了5%的脂肪的话那就是可以诊断为脂肪肝了。那当然脂肪肝也分不同的等级，那5到10可能算轻度的，那10到多少就算中度的，这26往上那就算重度的。所以一开始那个脂肪聚集了有脂肪肝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可是它如果越来越发展，肝也会发炎就是肝炎，再发展可能就肝硬化，再发展可能就是肝癌了。所以这个脂肪肝是肝脏产生疾病的一个先期的一个反应。我知道我遇到的若干位男士呢，他给我讲他的医疗诊断，他讲了哪几种疾病，他说其实还有个小问题，就是有点脂肪肝都无所谓，他觉得无所谓的事儿。要重视可得要重视。所以当那个脂肪的比例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没错，就可能转化成了肝硬化。
它这个脂肪高了以后，它还进入到血液呀，还对变成高血脂，还容易心脏、心脑血管、中风这个方面的疾病啊。对，它和对全身都连在一起的，是的，和甚至和尿毒症都连起来了。对肾的疾病也会由此而产生。对所以一定要非常的重视。就是我听说呢，这个肝病在很多的国家、很多区域，像流行一样，它比例还挺高的。学生物理，你们应该听说了吧？是，就是现在我们在网络上能够查到的公开数据里面显示，我们就是在肝病当中最高发的就是乙肝病毒这一块，我们来举例看一下，其中大于10%的最高发的就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就是卫生条件比较差的这些国家地区那么其次的话，最高发的就是基本上达到5%到10%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达到5%到10%。对，也就是100个人里头，可能有5到10个人有这个问题。是非常高发的，非常高。其次是蒙古国是2.6%到5%。也不低，这个也已经很高了。然后接下来反而是北美呀、西欧、北欧、澳大利亚的这些地方，它就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是小于1%。另外呢，我们就看一下，就是在全球慢性肝炎负担50%的都集中在像巴西、中国、埃及、印度、印尼等11个国家，它本来也是人口集中的。这个病它有传染性，所以也容易相互感染。对，国家和地区现在医疗技术也够发达所以这个肝病的死亡率的比例不是特别高。但是一旦染上肝病之后呢，就像个鬼魂一样，就不太容易赶走了，阴魂不散的。对，它一直折磨着你。对，你像很多达到那个肝癌、肝硬化的一些人，据说是非常疼痛到目前没有一个有效的止痛药让它消去这种疼痛的感受就没有，就是痛得很厉害。对，就像肝硬化也是到了晚期，它就会一般都会伴发肝腹水就是整个肚子里边都鼓起来了，很难受，呼吸也不行，到后来肺里边也会有积水，就是这个它还在扩散对，好，那么肝脏的问题在我们的身体表面上有哪些表现呢？先从面部。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额头以这个眉毛来区分看的眉毛的后半截就是靠两侧，从你的眼睛的中间把它区分开来，靠鼻子的叫内侧，那么再往外的时候就是肝，也就是眉毛靠两侧的这个区域，一直到太阳穴乃至下垂到颧骨都属于肝区。大家知道了再接下来呢，再看看鼻子，就大家摸一下我们的鼻子呢，到中间的位置呢，其实稍稍有点凸起的地方。鼻子的有一个里头有一半是硬骨头，硬骨头的中点，也就是鼻子中间那个地方，也是代表着肝区。第三个点的话呢，那就是眼睛。我的印象是说，在中医学之中肝开窍于目所以当肝出现了问题呢，会在我们的眼睛上都有表现。虽然我们华人来说的话呢，眼瞳这一块一般都以为是黑眼珠，对不对？偏黑一点的好看，是不是但实际上仔细看的时候呢，它是让黑加一点褐色，这是中华大民族的这样的一个眼睛的颜色，对不对？但是当你的眼睛特别凸显于这个褐黄色的时候，我们可以怀疑到肝脏，并且它的眼白的地方不白，而加了其他的色里面有黄、红、暗、褐还有其他的斑点还有像朦胧的雾状的，这些都是疾病。因为我们的眼睛是代表着肝脏大反应区，当你的肝呈现某种问题的时候，可能容易产生眼睛痒，
眼睛发干，或者是说眼睛莫名的不舒服，甚至是视力突然之间的模糊这都要小心。那么在医学之中通常称为叫什么肝斑就是脸上会在某些区域或者是满脸出现了一些褐斑，褐色的斑。咱别说得了肝炎咱们这2天吃的东西有点干燥，比如说油炸的就吃了2天火锅，喝点啤酒，吃点炸鸡，这个时候我们的脸上容易出什么呢？痘痘，一个是痘痘发红，甚至是皮肤再敏感的人，就是淡淡的斑已经出来了。其实你是没有注意那这种情况就是干燥，肝火旺。当我们的肝火旺了之后呢，在我们的皮肤上眼睛会变得朦胧。所以你有火气，不是眼睛变得更亮，而是傻亮傻亮的，是虚光，所以你看东西是看不清的。所以人一着急一上火，眼睛看东西模糊。那么大脑思维呢，会不会清醒呢？和眼神一样，也是模糊的，所以才冲动嘛。所以呢，不光是影响到脾胃，连心脏、连大脑、全身都影响到了。再接下来呢，就是皮肤就显得黄，或者是变黄，整个很黄，可能是直接的肝病晚期。还有一个呢，就是黄疸性肝炎。黄疸性肝炎通常是急性的，通常在4小时或者是8小时左右的时候，全身都是黄的，好像张开嘴里头是黄的感觉，就是这一下它出现这种症状。但是呢，现在一般医院呢也有快速对应的方法反而是容易解决。但是呢，几乎所有的肝病发生之后，人的皮肤和眼球笼统上来说是偏黄。那有些黄你不觉得黄，但是看着是舒服的亮晶晶的黄，那个就不一样，叫黄里透红这是福气。那么这个是褐黄暗黄色，再加上它那个眼白里头都不纯，发青，还有一部分褐黄色的斑在这个眼白之中，而且它的黑眼球也偏黄，它整个的脸都是发叫做暗黄色，代表肝区的中央这个位置明显的是暗黄色，就怕遇上某一个地方颜色变得很深，当严重之后呢，发那个黑黄色，就麻烦。网友呢想说，我担心我自己，我好像发现自己有问题，有没有准备小镜子照一照看一看？正在照呢。还有呢，用手机对，在这个光线比较明了的情况下，给自己照一张相，正面和2个侧面都照到，这样你看的就比较清楚。我先提醒一下，如果你照镜子拍照，就发现自己有这些肝病的特征，大家不要惊，不要慌，哪怕说看到自己也有相关的这种问题，那我也想帮大家去舒缓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怕的是不知道，根本就不懂，往往到什么时候才懂了呢？拿到医生最终的一个诊断书，说你是肝癌4期，是接近于肝硬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说怎么看这个问题。今天先认识它，今天先认识它。对，这里头有很多秘密告诉你。我说这个人生能安安全全的活到60都不简单。那我活过60岁之后也不好活了，因为我们的体质开始下降了，这个病它会来找你。所以就是我们要做好很多安全的预防性的工作。师傅呢，有个网友也问就是师傅讲的这个肝斑，他问就是如果是老年斑的话也许是长到了讲的这个跟肝相对应的这些部位，那也是表明这个肝脏的问题吗？就怎么区分呢？你刚才讲到的是老年斑，对，非疾病性，其实是整个你的功能与脏腑退化造成的斑。但是均匀的老年斑反而是健康的标识。
哦，太好了。就怕如果你没做过美容哈，嗯你到70岁连一个斑都没有，要么你能活到100岁，要么有点担心了。非常棘手，那你别病倒，一病倒说不定起不来了哦，反而是老年人有个老年样他出现的整个脸上还有手上手臂上出现这个老年斑反而是一种长寿的标识这个是一个很深的学问。那怎么去分这是病态的斑呢？老年斑的人他的气色整体气色是好的，比如说华人来说，黄白色的带一点点红润和油亮感，这种叫健康的老人的色，在这个健康的这个皮肤的基础上均匀的有一些老年斑出来，这个是正常。比如说有人老年你觉得是老年斑，但是鼻子头红肿起来，上头有很多黑痣，眼里头发了褐黄色，这不是老年斑了，这明明就是肝病。所以你看他眼里头是属于老年人的，便是清亮的，对吧？那他的鼻子上是干净的，虽然有几个老年斑，但他整体的这个底子，你的皮肤底下都是干净的并透亮的，这都是健康长寿的标识，这才是真正老年斑。所以疾病就是千变万化的。我们还有网友说呢，就是他们可能容易晒太阳，然后呢也不太防护也没有抹那个防晒霜呀，戴帽子啥的，所以脸上也会有一些斑。对，那这种斑和病态的斑怎么区别？这个不一样啊。那我也认识一些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对，他就是晒得多了之后就有点太阳色，有点小麦色，对不对？但是你能看出是健康的。第一个紧致，第二个它有点晒的那个颜色上带有一种亮的颜色，这个亮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健康的气色。说还有一个问题，有网友问就有的人天生或者是从小就脸上满脸就长了那些雀斑，那这种斑呢？这种斑也叫病斑，应该叫肝脾斑，不好的，脾胃不和。那时候生下来就这样子，比如说你生下来腿不会走路，你算不算残疾呢？那算呢。对呀，那长了斑呢？那如果健康情况下没这个斑，对不对？就说明我遗传基因造成了我有肝脾失衡的问题，所以才在面部有所呈现。不是说你天生这样就叫健康，天生得各种病的都有其实我们包括肝病、心脏病、血液病，连脚气、连斜眼、对眼、呲牙咧嘴、皮肤的黑白等等的，包括手的形状，它都是遗传来的很多的肝病是来自于遗传基因这一点在广东和台湾尤其是特别的凸显。因为在他的古代先民之中，他吃的那个水生的植物动物比较多他感染的某种病菌比较多，某种他天生下来血液的基因之中就有的某种菌一直往下传能传10来代。在台湾也是如此，因为他种田有很多是水田，我就说吃水田之中的有几个东西容易感染的在水里长的菜，那种水菜，还有荸荠，广东人叫马蹄、菱角、藕，还有鱼虾、螃蟹、小龙虾，它是长在那个紫泥巴地里头哪个脏吃哪一个，所以你贪那个嘴就会受那个罪这是麻烦。接下来除了脸之外，大家看看手，这叫肝掌，肝脏的肝掌。一个好的福相，这个手它是白里透红，红里透白，但是不能以红来做主，反而以白为基础，就是整个手掌上手掌心颜色还显得正常一点。那么这个5月的这几个点都变成有点赤红色，对，这个在医学江湖人称为肝掌。还有一种呢，就是大手指下头叫大鱼际，大手指大鱼际的对应的那个地方小鱼际，这2块是红色的，也是肝掌。通常呢，这个肝掌呢，一般是什么样的病呢？就是慢性肝病或者是肝硬化的重要的
标识之一，可怕吧？这是在手上哈。再接下来让大家认识另外一个符号，叫做蜘蛛痣。这个蜘蛛痣又像个蜘蛛形，又有点像蜘蛛丝的那种感觉。它可能长在人体任何一个部位，但是偏腰以上的比较多，胸部啊到面部都可能会发生，有可能是肝硬化的标识。那么还有一些特征问题，我再给大家再描述一下哈，就是口臭。健康的人嘴巴里头不是臭的，甚至是更健康的人嘴巴里是甘甜甚至带香气的。这听起来又不敢相信哈，事实是如此的。比如说你给我念佛这个10几天之后，一般都是嘴巴里甘甜，而且带着香味儿，身上散着这个檀香的味道、花香的味道，都是可能的。这种肝病的人呢，他身上和嘴里发出来的是一种很莫名的、让人很不舒服的臭味，叫鼠臭，就是腐朽的老鼠尸体那个臭味，很奇怪那样的一种臭。因为你这个肝脾都不工作了，你想那个食物到了里头去之后呢，就立刻就变腐朽，连你吃的那个饭从你肚子这排泄出来变成粪便都是有毒的。那么还有啊，就是指甲可能有变化，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哈。指甲的这个变化可能与好几种病有关系，但是与相关的这个事情我们也要小心。比如指甲的这个竖纹变得明显了，那么最健康的指甲上这个应该没有竖纹，但是如果比如说肝气旺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脂肪肝啦，它这个竖纹就开始明显。但是肝炎一旦发生，竖纹之中带黑色，有1、2条黑纹，或者断断续续里头有一些黑色污染色出来了，这个就比较麻烦，就是炎症已经形成了。所以在其他的症状上还会出现，比如说疲劳，还有这个腹胀腹痛，因为它和消化器官有关系啊。还有容易恶心，总想吐了你这个胃里的东西出来哈。还有食欲不振，因为里头整个消化器官堵塞了，或者得病了，它往下帮你排解的时候就不顺畅了，所以变成你呢也没有食欲，因为全卡在食道里头来。再就是小便哈，尿液发黄，并且有难闻的气味。那么大便也一样，奇臭无比，并且可能会有严重便秘的现象。还容易形成有像那个淤血青一块紫一块的这个淤血斑。因为刚才我们讲了，你那个凝血功能的原因，是它有很多末梢血管上里头自动就比如说破了，流出血来淤在那里。一旦出现这个斑有点麻烦，就是这个病情就重了。所以呢，给大家提醒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它的可怕了，我们就是真的想方设法去消解它，还有去学着去看自己或者看你的亲人和朋友，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啊我们就学着解决了。因为到医生那里啊，我们很矛盾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犯了一种叫做科学迷信。那我们现代人在这个西方医学的这个统领下，就变成有病也得等着，你想什么核磁共振、X 光，等你确定了照出来那儿，比如你肌肉里长了个肿瘤，像个核桃一样，得照出来是真有个核桃，还3分5次照真的有，这才确认说那有个肿瘤，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脸上看到一些这些问题，它就是那个隐患，它现在是一股气，它正往那聚集啊。你看我们中国传统哲学之中就是说它就像水来描述天上下的雨，大家知道是由云彩下的，对不对？那么在云彩之前，那个水是什么样的状态啊？是水蒸气吧，蒸发的时候。我们肉眼可见吗？几乎看不见。水蒸气当时的状态是冰块吗？不是吧？不是，它就是气，我们眼睛都看不见，甚至我们的身体穿越我们的身体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对。但是它聚集到天空一定高度之后，
因为天空也有压力，对不对？冷，它也升不上去了，可能后在20米以内的这一块的天气的天空这个空间里头，聚集的这个水能量太多了，之后就变成了形成了云。云，下雨的云。对，当这个云不发黑，还很难下雨，对不对？要发黑呢，就是水汽聚集太多的云嘛，才变成雨，对不对？对，哎，雨是水，对不对？这个我们能看见，能感受到了。如果把它冷冻了呢，变成冰块，哦，对对吧？对，就是这样的。我们终于理解了这个，当这个一个物质如果把它气化了之后，我们什么都看不见。那这个肿瘤疾病不一个道理吗？那你本来身体上没这个肿瘤啊，就拿这个肝癌来说，它没这个肿瘤呀。那怎么我一发现就是里头已经肝都坏死了，那这个时候病人特别着急，为什么我没有形成肝癌之前，没有人告诉我你将有肝的病要发生呢？是大家是被科学的医生骂怕了。厉害的中医望闻问切嘛，最多摸了一下手，看了个舌头，扒了个眼皮，闻了一下气味，知道你可能有肝癌的潜质，肝硬化的潜质。但是往往怎么办呢？他是善意的，你去做一个全身的检查扫描吧，他一定要拿到所谓的科学证据。检查血液，做 B 超，对，再做核磁共振，是这些叫我们看，他一定有将要出现肝的问题。可是检查的时候，这个肝病没有形成，就没有形成这个核桃，所以他检查报告就是没有核桃，没有肿瘤，没有病。但是最不幸的是呢，往往这类疾病，当医生确认他长了个核桃的时候，已经没办法了。通常这个人不出3年就挂掉了。就这一点就特别就让我又怀念当时扁鹊见蔡桓公。蔡桓公就蔡国的国王，是吧？扁鹊是神医啊，战国时期有名的神医啊，对不对？那医术很高明啊，他有一种本事，一看啊，蔡国国王就是有病啊，他给蔡国国王说：“哎，国王，您现在是身体有些小问题，将来有点麻烦，但是呢，现在如果给你随便弄点食疗，是吧？啊，吃点土豆炖萝卜呀，萝卜炖土豆啊，哎，吃它108天，说不定就好了。”说国王怎么说？嗨，真是个笑话！你看本王我是吧？昨天还给他们赛马呢，我还拿到第1，对不对？哎，我练武的时候3个小时没打过我，是吧？哎，我还吃得多，你看我的气色多么饱满，你看我的力气不像咱们掰手腕，我才中年啊，我才45岁啊，我养得这么好，我贵为一个国王，我要什么医生没有？我就吃山珍海味，我可以天天吃，说要什么营养品都有，对不对？我还怕我得病？你真是个笑话，是吧？过了3年以后，扁鹊又见了他一次，说：“哎呀，我的尊敬的大王啊，如果现在您的问题如果早现在我给你吃点药，调整调整，应该不会太大的问题，还是有救的。”国王想了想，我体壮如牛智慧博学，富有国家，我没有感觉有症状呀，我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呀。一些小小的问题是大家都常有的问题，我也有啊，但是我比一般人保养的还好，还健壮。所以他也很聪明，想了想，我没病啊，我想想我没有症状，关键是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又反驳了，说：“你看看我还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一般的骗子我早砍了你了，赶快走吧，给你2两银子，你走吧，你不要再骗人了。”所以这神医就吓跑了，从出了皇宫就隐身了，因为他知道半年以后国王那个病就会爆出来，一爆出来就是癌症第8期，就死透透的了。当他一发现病重的时候，他肯定来找我呀，他那帮庸医根本治不了，找我的时候我也回天无力呀，因为是晚期的晚期呀，我早说他不听啊，还说我是骗子，这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朋友们哈，当什么时候来见证你有病，非得找那个科学仪器？这仪器并没骗人，仪器没有罪过，它不是个生命，而人有思维方式。到什么时候认为你有这个肝病呢？一查，脂肪肝严重超标，非常麻烦，因为他整个身体的病症已经表现出来了。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当科学仪器一旦查出问题来的时候，大家就变成叫急回头。我提醒网友哈，据说肝脏这个脏腑没有痛觉神经，就是它里面都坏死了，除非达到肝癌晚期的时候非常痛，对不对？但是正常这个肝的发炎呢，肝指数飙高哈，这些肝本身你并没有传达给你说我肝这里痛，几乎没有。但到最后性痛的时候，就是谁都救不了了。今天我们给大家传授了从外在形象上来去发现和判断肝脏的疾病其实顺便给大家讲了与此相关的很多知识。那如果我们的网友今天会发现自己有一些与此相关的一些特征的话，一个是你可以早点检查身体，如果检查身体如果没有的话，请你不要高兴太早，那你赶快改变你的饮食与起居。还有呢，来我们禅堂和我们八卦点赶快去学习走八卦还有不要吃荤了，不要大鱼大肉，就是吃素也要合理的搭配，这样才是好的那所以给大家传达这些神秘的讯息，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健康长寿，让我们这个世界上少一点痛苦，少一点疾病的折磨。我觉得能尽一份责任，尽一点心意。关于有了这个问题的解法，会给大家做一个非常宏观与笼统的方法上来给大家介绍欢迎大家呢到时呢一起继续来参加。本节目不提供医疗建议、诊断或治疗，尝试任何食品食谱和参与任何运动方法，或是菩提禅修或八卦内功活动前，请咨询相关人士。